好了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也不会提太多东西，我只会讲 Riway 过去10年，好一些我个人感觉一些遭遇啦，我可以分享一些遭遇，然后 Riway 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来希望你们能够抓到 Riway 的一些作风 ，Riway 的一些处事、做人的一些东西哈。我记得在2010年，就是我们 Riway 第2年，我们的2周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主办一个2周年庆。当时第2年是我们其实是 Riway 一个非常关键的1年，因为在头2年里面呢，我们什么地方都没去，就在2个地方很集中的在做市场。第一个地方是新加坡，第2个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大三角。这通常一般都跟很多直销公司有很大的不一样。通常直销公司一来到一个国家，通常都是去首都吉隆坡。好，来到吉隆坡，招兵买马，找以前做过直销的所谓的领导人。来了过后谈条件，谈完条件了过后变成公司的人，然后才开始打。不过 Riway 不是这样的 ，Riway 从我前面的3场就有提到，都是从零开始。不要说直销从零开始，公司都是从零开始。不要任何人的投资，就算要投资我们都不要，我们都是相信说第一套我们要先卖出去，卖出去了收到钱再卖出去，然后再收到钱。Riway 就是想赚这样的钱，就是我买这个产品进来，比如说3毛钱，然后我卖这个东西出去5毛钱，扣掉一些成本，剩下可能1毛钱，那1毛钱就是钱。我不相信说做生意哇，突然间需要人家投资10万啊，投资50万啊才能做生意，不是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些不是钱。我觉得钱就是全部扣到完，剩下的那一点就是钱。而到了今天 ，Riway 想赚的也就只有这些钱。Riway 想赚的就是这个钱，其他的一律我们不赚，我们不要，就算送到我面前我都不要。这就是一直 Riway 所坚持的一些原则。我在原则那一场有谈到。好，不过我要讲的就是我们2周年的周年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将会是一个很大的跳。当时我们非常出力的，在大三角，在新加坡非常出力的在卖这一场会议。当时2周年，大三角人、新加坡人都认为，在吉隆坡的这一场2周年庆，将会影响很多吉隆坡人来加入 Riway。当时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希望放在这一场。所以当时如果那一场会议成功的话，接近1000人。当时1000人对我来讲就是整个亚洲了，就是世界了。当时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。实际上我们自己人最多200人，也就是说800人会是新人，还没接触 Riway 的人，就是被邀请去那边看。好，当天当然是有一个晚宴。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会场在吉隆坡。当时我们就准备一起，当时我们也有一定的根基了哈，打了2年的市场哦，有一定的根基了，有一定的班底了，想要一起来吉隆坡。当时，所以我们就订了这个酒店，叫做 Renaissance Hotel。好 ，Renaissance Hotel Five Star Hotel。在吉隆坡，有听说过吗？当时Renaissance Hotel的里面的这个 ballroom， 准备搞一个1000人的我们的2周年庆。不知道你们拍什么手了，不过那一天的确是这样。那么
在全部的邀请卡，因为当时我在强调，当时是有80%会是新人，我们控制不了的人哦，控制得了的人只有20%。我们发出邀请卡，已经估计真的是会有来1000人了，非常高兴哦，当时非常兴奋，全部的邀请卡出去了。在晚宴的那一天的10天前，10天前，公司收到一通电话，跟我们说，谁的电话？先讲 Renaissance Hotel 打来的电话，做什么呢？说，当我们在订这家酒店的时候，酒店呢的电脑有一些错误。你10天后的这场会议已经有人 book 了，这个 hotel 强迫我们必须要 cancel 掉。哇天哪！当时我再强调多一次，那1000人对我来讲就是亚洲了，就是我的世界。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期待那一场，放非常多的希望在那一场，而且邀请卡全部出了，而且80%不是自己人，我们根本联络不到所有的人。那么，我记得公司收到这个电话过后呢，没有人敢跟我讲，还拖了一段时间过后才给我知道。那么知道了过后，怎么样？白纸黑字都有啊，我们book了啊，应该怎么样？给他死，是不是？告他。我当时没有这么简单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酒店的这个员工，他们的团队呢，开了一个 teleconference 跟我，里面包括那些犯错的员工。包括他们在那个 hotel 里面做了20年的最大的 marketing director， 基本上虽然我没有看到，不过在电话里面我感觉到这7、8个人好像是跪着求我的感觉。虽然我没有看到，不过我感觉到好像是那种 please we need to 什么一直在讲。说他们需要这份工作，他们不可以犯这个错，他们知道对不起我们5星级酒店不过当时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，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快妥协，一直到说他必须要说把那些犯错的这些员工砍掉，就是没有这份工作，就是把他们炒鱿鱼。那时候。你看 Riway 有一个作风这个作风就是心软，这是 Riway 的作风，这是真的。不懂那个时候是好还是不好，不过我是觉得 Riway 就是这样，当一牵涉到一些人的饭碗，我们就想说，这样你们有没有别的提议？那么后来当然 Renaissance Hotel 的 sister company 就是 Marriott Hotel。所以我们2周年是在 Marriott Hotel 举行的，如果那些参加过的都应该记得。有些人讲说，这样人的时候去 Marriott 不是更好咩？的确 ，Marriott 是比较好，不过它的会场比较小，所以那时候是挤到密密麻麻。不过而且呢，不是说我们换去 Marriott 钱还是一样，没有嘞，我们要付。比以往，就是原本要付这么多，我们需要付多1倍，最多折扣一点点。不过我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举动，后来我答应了，好，可以，也没有任何的条件。那个 event 的公司也好 ，hotel 的员工也好，我告诉你，到今天，我相信他们还记得Riway。我们的确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，在这些人的心里。我还以为你们没有什么感觉，当时的确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牺牲而且非常挤，
非常紧急哦，我们还要通知全部的人，而且 Renaissance Hotel 呢还要安排巴士，那一些去到 Renaissance Hotel 的人，如果是来 V-Way 的dinner 的，都有免费巴士被载去。不过实际上我们 V-Way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来帮那几个求救的人，想要我们帮忙的人。好，不过的确我们也帮了，给 V-Way 一个掌声哦。相信在座有很多人应该是做过直销，也搞了很多场会议，甚至有些人都是高手在这里。那么你们不过可能订了一个酒店的一个 ballroom， 有没有说 last minute 再跟你讲说，哦不可以哈，因为某某某某原因，然后叫你不要了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？V-Way 时常做这种事情。所以我说我们的这条路根本没有一次是顺利的。所以我从小都是很衰的，真的衰到甚至我的朋友都叫我阿衰，真的很衰，没有一样东西是顺利的。不过我很感恩老天，真的非常感恩老天。别人开车没事，我开那辆车打压崩这。有时从南上北下，以前从新加坡到大三角这样上下，就我在路边的那种时间很多的，就是车坏停在旁边，时常都是我。最近有一些同事跟我一起，我坐在车里面，车坏了，他一看到我的反应，他就知道老板肯定身经百战，每次车坏的，因为很窄很稳啊。我说这个时候停旁边停旁边不用出去的，你躺在那边睡觉就可以了，马上就有人来了，就是很有经验，每次都是我的。好，那包括 event， 我们这样 book 一个 event， 通常都已经 confirm， 定金都给，什么都 confirm 了 ，invitation 都已经 send 出去了，他敢10天前跟你讲说不可以。不过我知道我们争下去，我们的确可以讨到一些利益。不过我都说了 ，V-Way 都不赚这种钱。我们只想要把这个会议做好，所以我可以答应你。不过我们要一起合作的，把这个会议让别人没有任何的麻烦。我们付出更大代价也可以，我替你们付出代价也可以。不过一定要把这个会议搞得成功。结果的确很成功，的确很成功。那一场会议过后，的确吉隆坡的这个市场就开了，可能才会有你们今天。好了，那么我说，通常这种情况很难发生的嘛，对不对啊 ？V-Way 赶9个月后又来多一次，那个就是2周年过后，9个月后我们又有多一场表扬大会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云顶半山一个地方叫做 Awana Hotel， 有听过吗？Awana Resort， 在这个表扬大会要开始之前，就是3天后表扬大会，我人就在吉隆坡，我还记得我在吉隆坡的办公室外面 ，Claudia 打给我 ，Claudia 就是我们的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我们的新加坡总经理，他负责当时他刚刚接任Marketing 应该是。可能是因为他接任过后比较衰一点，跟我一样衰，不过不是啦，开玩笑。他打给我，他就说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通常他们都是这样的，你的心情如何？现在我说 OK 啊，讲哦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。讲，又来了。我说什么东西又来 ？Hotel venue， 就是酒店的地点会场。又来，他说你看3天后我们有一场会议，在Awana，而且是云顶，所有的领导人 bus 都 book 好了，要上云顶了。3天前才跟我们讲，他们搞错，
hotel 搞错啊！之前10天已经很厉害了，这个3天，我就 OK 放电话，汽车我刚好坐在车里面，汽车 reverse 直接嘣上云顶。上云顶了，几个酒店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等我，在发抖。我一下车看住他们脸臭臭，我直接走进去，过后他们在后面跟，而我走路又快哦，去到那边我找一个地方我坐下来，我说你们讲，他说哦这里这次不可以，这次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发生，也是员工出现问题，好，然后说这一次呢是国有企业，上一次其实我还没有讲 Venezuela 是什么呢？是一些皇族的人，应该是。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硬把我们砍掉，因为我们是小公司嘛，也无所谓，不要紧。所以过后呢，这个呢是一个国有企业，就是有一些比较大力的人物会到这种，他们没有办法拒绝对方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混下去了。我当时以我们的情况，3天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我们在什么地方？哇！后来他们就一直打电话，看还可不可以在那个附近的地方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会场。后来他们讲说 ，First World Hotel 有一个 auditorium， 可以的，人数也差不多一样。我直接就站起来，我直接就走了。他们就两个在我后面跟，我直接上车。我说你在等什么？上车！直接呜开去 First World Hotel。开去First World Hotel的时候呢，我就看那个牌，我也没有等他带我，我直接看那些sign，我就走，直接走到那个会场。一看到那个会场，还不错，来得及。我就在打给 event 的人说那个舞台要怎么改哈，我就去量，大概用脚量，这样脚量这样，量，说这边要改那边要改，那边太高太低，拍照给他们看。好，木头要怎样改？这种舞台要怎么改？我还在下面在跟event的人谈，因为他是 auditorium， 很像今天讲的。那个 salesman 跟我一起来的，那个不是 salesman， 就是 hotel 的员工，跟我讲这边可以的，他就坐在上面。我就讲完了过后，发电话过后，我这样看上去，我看到他的样子，我眼睛还是挺利的哈，他样子是这样的。我一看，我知道不对劲了，我就走上去，我看住他，他坐在那边讲，我说喂，他说这间也给人家book了，一句话都没说，我就走出去了，他又在后面跟，我就直接开车回阿瓦纳，又要打回阿瓦纳的主意有咯，就是我们不能放了，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这边的嘛，我管他什么鬼呀！我们白纸黑字是我们的，就一直争到开始我们的公司的人开始上来了，因为我是最靠近，那时我在吉隆坡，我先上。隔天、第2天开始人来了，就开始吵了。我们 event 的人也上来了，帮我们搞 event 的，带着木头上来，带着舞台的那些装饰，全部都带上来。一直谈，一直争，在他们的会议室里面一直争到他们来了一个阿瓦纳的 GM， 最大力的，有5个阿瓦纳 Resort 的总的 GM 来，讲人家成功人士，我们也是要给一点面子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当时我们就在会议室里面就一直在聊，而隔天就是表扬大会了。今天我们坐在阿瓦纳还没有会场，所有的那些工作人员拿着木材在那边等。领导人上来云顶的，老板在哪里呀？出来喝茶，我到了。完蛋，我们还在谈会场的事情。那么肯定那些员工也肯定是要被炒鱿鱼哦。不用讲的咯，我们就争，一直到一个 event 的人开口，
就是他讲的话比较刻薄一点点，就是多多少少我就觉得说，有损到 V 的一些坚持和形象，就是一直要告人呐、要拿回一些利益啦、这种，我心里就不能够了。我就跟拿督去到外面，两个人在聊，我突然就是讲说 ，OK 了，答应他的要求，答应他给我们的一个配套。你知道他给我们什么配套吗？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ballroom 呢，原本。后来他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办餐厅，而且是吃早餐的那种餐厅。旁边全部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中间有2个这种 island， 这个 island 我在网上拿到的Awana Hotel 的，我不懂是不是以前那个，我看起来有点新。你知道当时我走到那个餐厅，他跟我讲说在这边办你们的表扬大会，我说你懂我的人怎样拼上来的吗？你知道他们拼上来要达到表扬，你知道多难吗？你要我在餐厅表扬他们，我就走到那个矮人那边，我就推眼，哇，死的嘞！就是说我们要围着那个矮人这样做，这样看表扬大会呢 ？No way， 不可以啊！所以当时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No， 不可以在这个地方，不可以。在会议室里面争到某一些东西违反了一些 VV 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在贪他的钱这样啊，好像可以从中得到某一些利益这样。我一点利益都不要，我想要我们的会议顺利的完成而已。这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团队是最重要的。当时一句话这样的时候，我站起来，我就走出去，我就跟拿督2个人，我就跟拿督讲说。接受，在餐厅，不过当然有条件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当我一回去的时候，当他们以为他们需要赔偿、需要什么的时候，我直接跟他们讲，一个赔偿都不需要。不过我要你们动用你们所有的资源和能力，把那个餐厅改成好像一个 ballroom 这样漂亮。哇！当时那个 GM 哦。突然间看到希望，直接答应我们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可能不要跟我讲话，我跟你讲。因为当时我们做决定太快了，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谈，我就答应了。他们还在争取一些东西，我就答应了。所以后来他说我没有跟他聊，他不要跟我讲话。不过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。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，当天。就是说，当我们为别人着想，让别人方便，自己也不求任何别的利益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包括他们的厨师哦，戴那种高帽子的厨师哦，包括他们所有的waiter，包括云顶上面搬人，就是招人马下来摇人，接近100多200人。拿着斧头把那个地方拆了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他的那个 island， 我讲都是看起来有力的是吧？怎样推不动，他是死在地上的。当我们拆的时候，里面是那种很重的铁枝啊，在那边已经20多年没有动过，因为 VV。全部拆到干干净净，而隔天早上，我们成功的在那边办我们的表扬大会。steady， 到今天，Awana的那个员工还会打电话给我，变成很好的朋友。后来他有一个妹妹做 event 的，一听到是 VV 的 Dr. Lim， 哇，
哇，你到这里抱我啊，哇，还会低要我，这是真的哦。那对 V 整个 V 多好，很好，我们也感觉到很开心、很快乐，也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。这就是 V 的一些作风。哦，Andy saw steady。V 会去扛责任，一些市场讲明了不能去，我们在做一些筹备，现在去敏感，有人去，去了过后事情发生，V 还是去扛那个责任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，不会说我就跟你讲了吗？没事吗？你去死了！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，不关我的事。这样的态度没办法解决问题，对不对啊？通常只要是 V 人，我们自己人的，你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。这就是我要邀请你们加入这样的团队。甚至外人啊，别人的问题啊，只要他是一心想要帮 V， 他就是自己人，我们都会帮他处理他的问题。这就是 V 有这样的一个作风。所以不要说外人，更何况我们自己人。所以这边我要谈谈这些人，在最短的时间里面，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。这一群人，他是我们的 V 的经理以上的一群人，48位经理，还有我们上面的7位总监，包括我在内，形成 CMT。这几位人物。这些人，有时候我真的会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的同事，进来 V 一开始就是为了打工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每一个同事都是这样，进来 V 就是想要拿一份薪水，朝九晚五的一个工作，他们一开始就选择这样的。不过来到 V 这样的一个文化。来到 V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公司一段时间过后，他们就会改变，而且改变非常快。很快的，他们想要成功，他们也想要成功。不过他们一开始就已经选择这条道路了。所以有时候在这种会议啊，我看到他们在做工作人员啊，有时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他们啊，我的心都会很压力，非常非常的压力。我就想要帮他们制造一些机会，因为这些是 V 人。唯一可以制造更多的机会，就是 V 必须要继续的打下去。当 V 越大，就有更多的职位出来，就有更多的机会。就是原本我们4位副总裁，到今天有8个 CMT， 对不对啊？就是因为 V 大了，需要更多的部门。才会形成这样的职位，形成就有这样的机会给人。所以 V 是非常非常照顾我们的同事，真的非常照顾的。不只是我们身边我们 CMT 全部一心都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可以照顾得到，我们一定照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像打工的人来到 V 一段时间过后，24小时可以 stand by 的。有时候我半夜2、3点，一个老板半夜2、3点 text 一个 message 出去，还是有人会 reply 的。真的，有时候鸟人的时候，还是有人会出来，噔噔。没有的啦，对不对？外面没有这种事情的啦。就是说，甚至有一些很多同事呢。半夜几点了，还可以帮你们进单的，有没有？真的是这样，甚至还可以送货，甚至还可以陪你谈到天亮啊，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相反过来 ，V 非常非常在乎这群人，每天都会设计、想方法。怎么样让这些人也跟我们的领导人一样，有这种自豪感，
有这种感觉。那一天在台湾听到什么？你看到一个报章里面写到什么幸福企业哈，有一个企业叫做幸福企业，加入这个企业的员工都很幸福，就有某一些条件。我看到那些条件，哎，跟瑞威比，回家睡觉了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哦。应该是去年吧，前年还是去年？我们每年都有2次的员工的聚会，一次是开会，一次是晚宴。晚宴有时就会想想奇奇怪怪的东西给我们，可以一起开心一起玩的。有玩过 cosplay 的，就是叫做什么角色扮演，好，有一次是做英雄的，好，我还穿 Iron Man 的衣服的，那个牺牲很大。还好 Iron Man 的东西盖起来，没人懂是我，啊，那么都会让我们的同事啊这些都很开心。就有一年，我和我们3个副总裁，当时 Ivy、Claudia 和Kenny， 我们4个人就想说要出一点 bad 灯给他们，就说要去马来西亚的东南部有一个村庄，东南部飞行南中国海的，那边有一个旅游胜地哈，叫做里沙路，有听过吗？里沙路哈，我的外婆以前住那边，所以我很熟里沙路。从小我就很喜欢去里沙路玩，因为那边只有唯一一个地方玩就是里沙路，一个很小小的一个 resort， 小小的一个旅游景点，浪特别大，海比较美，这样而已。然后我就放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说我从小在那边长大，带全部的员工去那边4天3夜，有课程，有会议，好，叫每个人准备去那边4天3夜。后来我们在后面已经安排了，我们在思考，我们骗他们去那边，我们带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后来都知道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们带他们去哪里？我们带他们去马尔代夫。为什么去马尔代夫？因为马尔代夫落地签嘛。因为我们员工来自各个不同国家嘛，印尼的啦，大陆的中国大陆啦，哪里都有，很多国家都需要签证。比如说我带他们去美国不可以，需要签证；带他们去哪里都需要签证。马尔代夫落地签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马尔代夫，要不然我们会去更好的地方。当时。那么要帮他们全部都订好酒店、订好机票，那不简单呢。因为只有我们4个人呢，要帮几百人呢订酒店。通常订机票、订酒店都是他们帮我们订的嘛。现在反过来，我们几个要帮他们订呢。所以要是 IV 真的是要发疯了，因为我们全部这种垃圾工作全部丢给 IV， 还有 Claudia。当全部一切准备好了，我们集中在新加坡，还要骗他们来新加坡先，因为有些马来西亚的靠近那个地方的想要直接去，不可以。老板在新加坡有东西讲，全部就要来新加坡。来了新加坡，我们在楼上会议，楼下巴士准备好，就准备载他们去机场了，设计得非常漂亮。让你们看看一下当天他们的反应是什么。我做了一个视频，
那个视频跟他们讲说，我并不是要带你们去哪里，公司不是要带你们去那个小村庄，其实是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疯了，好像女朋友、男朋友送给他东西，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这样的嘛，他发疯了。不过我今天要特别讲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特别讲的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有一幕，我要你们注意看，就是这一幕。好，这一幕我站在那边，我眼睛看着什么？我看住这个人。这个人是我们的那个时候副总裁，营运副总裁 IVC。当时3个副总裁，一人一个 corner， 准备拍视频。3个人准备拍视频，因为当天我们请的那个摄影师，他们也不知道会换另外一个地方。当然后来他也去毛地了，那个摄影师哈。为什么我要给你们看 IV？当那个东西一宣布出来，所有的员工很开心的时候，你知道 IV 在拍照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哭，而且哭得很惨。他是这样，这样哭的，真的，他是这样哭的。当时我站在那边看着他哭，哇！我都受不了，哦，眼泪直接流下来。奇怪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真的是快乐的，真的。而这一群人几个小时后就出现在马尔代夫，而这个马尔代夫通常去的时候。有些人一辈子没有去过马尔代夫，通常会有一点发疯，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开心吗？他们开心。而我一直在强调一样东西，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哦，你们要更努力哈。我们这样做你要 steady 哈，我们 steady 你 steady 哦，我舍了你要拿回，我要得哦，没有的。这些都是因为过去你是 VV 人，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。包括有一些刚刚进来 VV 不到5天，也坐在那个会议里面哦。他刚刚才申请 VV 这个工作，来不到 VV 5天，坐在那个会议里面。原本是要去参加老板的 training， 4天3夜在小村庄，结果他也跑去毛地夫，不分彼此啊！你进来就是我们的人，我们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。然后你懂那一天的花红怎么给我忘记了，我只记得去年给的花红，今年的花红，要看今年我们给家的花红吗？看一下，7年以上的17个月，在 VV 做7年以上的，我们给17个月花红，以此类推，做了3个月的有3个月花红，做超过3个月有3个月花红，做少过3个月，就是还没有 confirm 的那一些员工，有1个月花红。这就是VV啊，还没有完哦。这个是一般的，就是全部的人，只要他是 VV 的人，他是 VV 的同事，然后他只要做7年，不管他有没有表现还是什么，他17个月，因为他做7年。然后里面呢，在员工里面几百人里面，我们选了30个出来。表现比较好的，牺牲比较大的，全部25个月。我这样讲了过后，是不是很想做 VV 的员工啊？
你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我从一开始在强调 ，Revay 的大局 ，Revay 所注重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团队，都是领导人。如果员工我们都这样，你知道我们会怎样对待我们的领导人吗？你知道过去10年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领导人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只是怎样对待领导人，这种比较敏感的，我们不好讲。所以我就要借用这个东西来让你们明白。我前天在东京讲 ，Revay 以大局为重。大局是什么？大局就是团队啊。很多人讲哦，大局就是公司咯，公司就是大局，公司不倒你们就不会倒。No， 团队不倒，公司就不会倒。所以大局就是团队，就是 Revay 的领导人，我们的直销商，我们的会员。好了 ，Next， 我没时间了。Revay 其中一个作风，我们的产品从08年到18年的改变，从6个成分到12个成分，产品从来没有起价 ，steady 到不得了，包装改变，成分改变，效果增加，什么都增加。我真的感觉我拿到那个盒子，不要说产品，拿到盒子我的病好50%，还没吃，一看就知道真的好产品，看而已。吃的时候，哇天哪，那个效果真的是惊人。刚才妹也已经讲了，所以最近推出一个新的 product video， 我们来请看。追溯过去，探索未来，累计10年的经验与心得，将经典发挥到最极致，呈现最唯美的一切，突破寻常，以完美为前提，屡屡创下佳绩，缔造无限传奇。这就是我们对所有人的承诺。掌握一手的精品，一手掌握的健康。Proteer 胎盘素第6代，为您掌握最完美的人生。无以计算的反复测试，让保健与高科技并发出璀璨火花，从不停歇，寻求突破，克服局限。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。冻干保存技术，完好保存成分新鲜度，使活细胞维持3至4年的生物活性。氮气活胶囊技术，注入氮气，使得细胞不被氧化，完好进行保存。肠溶包衣技术，抵抗胃酸侵蚀，保护养分直达小肠，大大提高养分吸收能力。乳化分解技术，促使较大颗粒分子可通过胆道乳糜微粒被人体吸收。生物活性胶囊技术，有效促使活性纲效成分迅速在小肠溶解，提高生物活性60%到80%的吸收率。每一项成分精心搭配，万中严选出最适合您健康所需之成分，淬炼、凝聚、蜕变、升华。我们的坚持满足您的需求。鹿胎盘素第6代萃取精华，提升至100:1的浓缩度，超浓醇的精华带给您更为非凡的健康人生。奔跑在最尖端的科技，幸福于最认真的研发。海洋胶原蛋白生态，10倍更良好的摄取能力，反复测试，追求最精准的黄金比例。结合艺术的独特佳作，聚万般优势于一身。苹果多酚，自100颗苹果中提炼的精华，随时随地
完美为您补给养分，超越医学的神圣使命，体验尊贵奢华的保健待遇。褐藻糖胶终止受损细胞在体内延续，重新焕发体内机能。一场属于辅助品的革命，一次创新突破的进化论。核心要件，开启人体的深奥密码，严守监控，保障健康稳定运行。成分的先天优势，结合高科技的先进条件 ，Petir 胎盘素第6代将我们推至更高层次的保健领域。小小一颗，就仿佛拥有了整个宇宙。您的信赖给予10年品牌更多信心，更多勇气。一如往常，给予您最好的，加倍呵护，凝住时光流逝。好东西，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不会比我少了解这个产品。有的人的确讲这种话，有时候会给人家打。我的确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起死回生。随便你相不相信也好。老实讲，我也不相信，如果没有亲眼看到，我天知道地知道就好。好了，刚才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已经超出我的时间了，给我多10分钟。10分钟是不是很快？好，最后一个例子我要讲了，好，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。都在讲立威是一个很舍得的公司，很肯给予，心很软，是吧？看到自己人有问题，哎呀，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了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不过，肯给是肯给，我要是也要来吃立威的话，那个就很可怕了。那么立威就好像我在马尼拉就有提到了一只蜜獾这样，它就会死咬着你不放，因为我们不可以容许有人来吃我们，因为他感觉到吃立威就是吃全部的人。No， 我们就会有一个保护层出来，我们就会穷追不舍、死缠烂打的。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给你们一个例子，大概是2012、13年，立威第5、6年的时候，应该是，或者更早。立威有一些资金了，想要提高我们的一些形象，想要在新加坡买一座 office。来让我们的会员更有信心，可以让我们会员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作业。我们看中了这一件。有一年的表扬大会，我有放出来过，后来没有。先拿掉钱，再给你们拍下证据。后来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那么立威可以算是从错误中学习的一家公司哈。后来我明白说，为什么一些老人家买一些房地产的时候，那个房地产的合约这么厚，字这么小，他可以拿放大镜在那边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读。通常以前我看到我就说惊死，怕死，对吗？我们做生意一直都是认为说我 steady 你 steady 的嘛，是吧？我们这种是 steady 的哈。所以当时我去看那个 building 的时候，我一看 ，OK on， 我就跟那个 agent 讲 ，agent 用一些技巧真的骗到我，当时真的是没有经验。
直接当场我打去 office， 直接开了一张1%。你刚才看到那个 building 应该不便宜的，在新加坡是不是啊？那个数目应该是不小的，新加坡哎，6层楼，就叫 office 开了一张1%的支票，交给我，我直接交给那个 agent。我们没有看任何的条件之下，直接先定。买车都是这样的嘛，是吗？看到好车，这人还没买之前，我赶快先下定金，通常都是这样的。不过后来我发现到，从中我们可以学习。刚才 May 有讲到，我们要借智啊，从别人的错误中我们学习，不要自己本身去创墙。你真的要学一个老人家，拿一个放大镜，一个字一个字看。哦，所以他的东西来的时候，我直接就一签下去，1%就直接给。后来还发现到，那对方哈，在那个 letter 里面改了某一些sentence， 有某一些原本是卖家需要给的，它变成买家需要给。就是原本我们只需要给一个20%的一个数目，现在变成要多20%由我们来承担。原本是卖家承担，结果变成我们承担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不会跟你谈太多人情上的东西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那1%我们就拿掉咯，你就没得拿回了咯，是你自己不要的吗？”就是想要去吃那一点点的。当然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如愿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做下去，当做是一个教训。我们move on。给了1%过后，过了一段时间需要给10%，再过多一段时间就需要给20%，全部都做好了，然后就要开始申请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歌名的东西，环境局啊、建物发展局啊，那个空间有大概3个月给我们申请这些东西。在申请的过程当中，每一样事情的发生，他都会想要借机会，不要卖给你，想要充公你的20%。但是过程一直重复这样做，哇！我就觉得这种人做生意真的是要不得。当到我们的员工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哇！我感觉到我们的人被欺负了。当时，不过20%在那边，30%在那边。那一做的30%肯定不少钱了，对不对啊？肯定不少钱。不用紧，我们都已经踏出这一步了，再辛苦我们都要move on。好，赶快把它处理掉，换手了就没事了。好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还把某一座租给别人，这分明就是找事，是不是啊？当时我们不用紧 ，steady。那么一直到confirm 的那一天到了，我记得我在吉隆坡，我的律师打给我，老板，那个时间已经到了，是明天哈。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，某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些文件还没出来，不过时间已经到了。那个条规里面有一条，他讲明，他说，要是到了那个时间，有某一些文件还没出来，不是卖家的问题，卖家没拖延，买家也没拖延，政府部门就是没有出来。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，你有这样的权利说不要。他是念那个条文给我听啦，我只是听而已啦，听，这是他的责任，他必须要念给我听，所以我听完了过后，我说刚才你所讲的东西确定吗？他说确定。会不会有任何首尾？他说不会，我们教得很漂亮的。好，不要咯。我那个律师吓到了，
因为他的责任是念给我听而已，他以为说哦可以，我们再 proceed 咯，或者延期咯，还是什么？结果我直接当机立断不要。我那个律师傻掉了，他再问我多一次，我说我不要。哇，那个律师其实他也很爽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好像我们自己人了嘛，也是很讨厌对方了的。好，哇，他就写一封信，不要买的那封信，亲自去到那个人办公室，交给那个人。我对方傻眼，几天没有出声，静静。后来呢，就找一个律师楼，发一封律师信出来给我们，说要告我们。好，说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拖延，硬咬说我们有拖延。好，不过我们的律师是相当有信心，说没有。不过你看，人家要找东西出来，一定是会有的，对不对啊？结果这个官司打了2年，接近到3年，也就是说我们的钱掉在里面3年了。哎，那笔钱不小哎，真的是不小。不过立位是这样的，钱一出了过后，我们就过去的东西就过去，我们看前面，我们就冲了。我们是充满战斗力的，从来不看后面的，出了钱就过了，好，我们就冲。所以这个官司打了3年，2、3年，打到最后，我们赢了，哦，没有，不用，我还没讲完，傻的在后面，哈哈 ，OK， 我们赢了，赢了过后3年，钱在那边钱会变小吗？还加利息，而那个利息不少哦。法庭的利息是很高的哦，我加了很多利息。哎，Leeway突然间哦，当时我都忘记有一笔钱在那边了，你相信我？因为我们都是看前面冲啊，有一笔好大笔的钱突然间回来了。你知道 Leeway 做什么吗？滴，反正都是 Leeway 的钱，对吗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我要强调多一次。这种钱我都觉得是突然间来的钱，我都不算钱，这是真的哦，这是真的。你懂我们做什么吗？你懂Leeway做什么吗？今天有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了。Leeway去买这个东西，这就是 Baby Pegasus 的来源。突然间有一笔钱回来，我们不会说后面几个人滴一人飞点，不会的。我们又拿回来，贡献回组织。我们买了这辆游艇，小而已啦，100尺而已啦，哦，叫做 Baby Pegasus， 送给我们的最高阶级的领导人飞马领队。哦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，里面有船员、有船长、有工程师，全部都是公司请的，都是公司的员工，包括刚才在那边那些都是船员，有一些我们当作是公司的员工来照顾，所以里面其实不错，有厅哈，有餐厅，有2个这样的房间，还有一个小房间，这样还不错。所以当时一买了过后，我们的第2届的飞马之夜就在那个 Baby Pegasus 里面举行哈。我们来看当时的飞马之夜的视频，我们来看。
当时只有12个飞马，哦，一直到今天我们有100多个飞马，哦，哇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，哇！我们先给这些飞马一个掌声，他们有游艇啊，啊。而很多飞马也带着自己的本身的家人，甚至自己本身的团队，一些飞马领队呢，一起上去 Baby Pegasus。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看到他们的某一些视频，有些做的非常好看，非常漂亮。好，你们可以上去看一看，很爽的哦。有时候我这样看了，我就觉得很好玩，很爽。不过刚才你看到那个视频，你看到我在上面，那也是我的唯一一次在Baby Pegasus上面。哦，所以那个游艇不是我的，我们付钱的，不过是飞马的，谁理不？对，好。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就在讲说 ，OK，VV 的一些故事，希望你可以从中抓到一些 VV 的所作所为，啊，一些对事情的反应，一些作风。因为我说，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错合作伙伴。接下来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你有这样的念头，你也想要成功的话，你要出去外面找合作伙伴。你要很慎重的考虑，你要很慎重的选择，要不然时间一拖3-5年，又是3-5年，又是5-6年的时间。要是找不到的话，我欢迎你们来 VV。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听到，而不只是纯粹单单听故事而已哦，看我们怎么整人，不是哦。我希望可以听到一些作风，一些出发点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时间已经到了尾声了。好，最后我以最后一首 VV 的歌，刚刚出来不久而已，叫做《合作》。为什么叫合作？是由我们当时8月份的15强都是飞马领队3，每一个人在台上哦演讲的时候，我们选他一句话出来，然后15个人15句变成歌词。哎，那不简单呢！我们真的需要给我们的 marketing 的一些同事一个掌声，真的不简单。排出来过后，那么小弟我用我2毛半的功力写填曲，那么变成这首歌叫《合作》，VV 的歌。VV 对歌曲很看重，因为我们知道歌曲是可以影响人的。一首歌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它歌曲里面的字眼，有可能因为一句话，它可以改变我们整个人生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邀请所有的飞马领队上台，跟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这首歌《合作》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呀！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。一直要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。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。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，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给一个目标，绝不罢休的目标，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。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想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。一直在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。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 从一无
所有，好一无所缺，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给一个目标，绝不罢休的目标，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，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想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？一直在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。 Ayolah kita berdua bersama-sama, tekad-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diam.